大家好，我是杨师傅。我非常推荐大家这支影片打开 YouTube 看，为什么呢？这支影片用了非常不错的影片规格，叫 HDR。如果你是拿 iPhone 12以后到17的系列，无论是 Pro 或 Pro Max， 我都非常推荐你打开 YouTube 看我的影片，因为你体验到的视觉效果是最惊艳的。当然，我相信大家在买手机、买电视或者看各大串流平台的时候，多少都见过这些标志。厂商对我们的教育已经够多了，只要看到 HDR 或者杜比世界，往往是要你买最贵的那个订阅方案才能解锁，代表它就是最顶级、最高画质的视觉体验。那理论上，我们这些影像创作者应该都迫不及待的想把影片做成 HDR 格式给大家看，对吧？错了。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，这2年 YouTube 上的创作者很少有人在持续更新 HDR 影片，或者说再也不去碰它了。这是为什么？难道是我们开始摆烂，不想给各位更好的观看体验了吗？答案是，当我们创作者满腔热血的跳进去之后，才发现我们大家都跳进了一个影视行业的超级大坑里。今天我们就来聊聊，为什么各家厂商吹捧的 HDR 对创作者来说只是一个美好的幻想，而在未来很长的一段时间内，陪伴我们60、70年的这种标准的传统的 HDR 影片依然会是主流。首先简单科普一下 HDR 全名是高动态范围，说白了 HDR 技术就是利用了现在萤幕更高的亮度和对比度，让你能在画面里看到更真实、更接近人眼所见的色彩。因为人眼本来就能同时适应极亮和极暗的环境，如果 HDR 影片做得好，那个沉浸感是非常震撼的。你的萤幕有多亮， HDR 就能让你的画面有多亮。但这时候一个非常尴尬的问题就产生了。以前我们看传统的 HDR 影片，大家的萤幕亮度其实是差不多的，差不了多少，观感不会差太多。但现在不一样了。婷姐说我的旗舰手机萤幕有1600尼特超亮，而另一位讲究性价比的龙猫兄说我的普通手机只有600尼特，足足差了1000尼特。但这2台手机上可能都支援着 HDR。那么请问，作为一个创作者，我在后置调色的时候，我是要以婷姐的萤幕为标准，还是以龙猫兄一般的萤幕为标准？如果我选了其中的一边，那另一边观众看到的画面和颜色和亮度会不会变得很奇怪？答案是绝对会的。照理说，这应该是各家硬体厂商必须要解决的问题，对吧？但遗憾的是，这个世界很多时候就是各玩各的，他们并没有解决这个问题，因为大家对 HDR 的标准根本没有统一。这就来到我们创作者遇到了最大的深坑当中，规则的不统一。现在主流的 HDR 标准有几种 ？HDR10、HDR10+、杜比世界，还有中国大陆推出的 HDR Video 等。这背后其实是不同厂牌在占地盘，谁也不让谁。我们就一个一个来拆解。HDR10是最基础的标准，只要设备说我自己支援 HDR， 就一定支援 HDR10。它确实比一般的影片亮，但它的技术比较粗糙。它整支影片只能套用同一组明暗转换的参数。如果你的影片同时有超亮和超暗的场景， HDR10 就很难去兼顾，画面看起来有时候就会假假的。杜比世界是业界最高贵、最顶级的规格，它的技术很精细，影片里的每一颗镜头都可以独立记录明暗资讯，所以沉浸感极佳。但问题是，杜比实验室是一家要赚钱的公司，他们会向硬体厂商和平台收取高昂的授权费，而这笔钱当然最终是转嫁到消费者和设备价格上。既然杜比要收钱，三星就不爽了，于是自立门户推出了 HDR10+ 来对抗杜比世界，同样能针对每个镜头做微调，主打免授权费。HDR Mini 是中国大陆为了不被技术牵制而推出的自主标准，目前在华为设备和爱奇艺、腾讯等平台上支援度很高，
不过对于我们一般的创作者来说，目前主流的影音平台完全没有普及支援这个格式。总体来说，每个规格都有各个优缺点。对于我们独立的创作者而言，最实际的选择通常就是最基础的 HDR 值，观众最多，或者是直接上杜比世界，画质最好。听起来好像不难选，对吧？但其实前面说的这些都不是最致命的。这一切的核心命脉在于，并不是所有人的手机和萤幕都有办法正确显示 HDR。根据统计数据，这个世界上有 60% 到 70% 的观众，他们的设备是无法正常观看 HDR 内容的。如果我硬传了一支高规格的 HDR 影片，这70%的观众会看到什么画面呢？可能是这样，或者是这样，整个画面颜色就会彻底崩坏啊！各大影音平台当然不希望观众看到这种鬼东西，所以他们想了一个解决方法，叫做下转换。也就是说，创作者上传了一个精美的 HDR 影片后，平台会用他们的 AI 或演算法自动帮你转出一个传统的 SDR 版本，播给那70%的观众看。那问题来了，这个自动转换的过程直接摧毁了创作者精心调配的颜色，相当于平台在帮我们的影片重新调色，但机器的演算法哪懂这是什么画面的氛围感？就算杜比世界有提供一些辅助工具来指导平台怎么转换，出来的结果还是有点怪怪的，绝对比不上我们自己直接调一个标准的 HDR 影片嘛来得好看。弄懂了这些底层的逻辑，我们就回到了一个最现实的心理问题：投资报酬率太低了。我们做影片是希望给所有人看的，但我们的后台数据显示，真正能用 HDR 萤幕完美观看的人只有 25% 到 30%。请问我为什么要花费2倍以上的后置精力和时间，而且还要冒着让另外70%观众看到奇怪颜色的风险，只为了服务剩下那一小部分的人呢？我满腔热血想给你最好的画面，但在目前的混乱的标准下，无论我们怎么做，留言区一定会有人说为什么影片看起来灰灰的，或者说亮度好刺眼。这对创作者来说真的是非常的挫折，甚至这几年很多短影音平台原本是有 HDR， 后来默默都把这个功能撤回了。为什么？因为如果你在半夜关更滑短影音，滑到一半突然跳出一个1000尼特超亮度的影片，你的眼睛会直接闪瞎，使用体验太糟糕了，平台根本不想推进。说实话，目前能把 HDR 体验做到最好，还是只有那个专业的电影集在成熟的串流平台上播放，或者是像 F1 赛车 NBA 这种有自己专属的转播系统的内容，因为他们是自己产制内容，自己做播放器，观众能正确看到 HDR 的几率才高。所以说到这里，大家应该就懂了，在短期内我频道应该是不会再碰 HDR 影片了，除非是一些非常特别的企划。但同时，我们真的非常敬佩那些还在坚持做 HDR 高画质创作者们，因为我们现在都知道，他们是在这个充满坑洞的产业标准里付出了多1倍的心血，顶着部分观众不谅解的压力，只为了给你最极致的视觉体验。希望未来有一天，各家硬体设备和平台的标准能真正统一相容，到时候我们才能毫无顾虑的把最顶级的视觉享受带给大家，真正迈入超越 HDR 影片的新时代。如果你喜欢这支影片，或者觉得有学到东西，请务必帮我按赞、订阅、分享，并开启小铃铛，这对我非常的有帮助。我们下次影片再见，拜拜。